当地时间16号上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到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工作。今年，旅澳大熊猫往往和福妮将按照双方协议返回中国。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延续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未来澳大利亚将迎来一对更年轻的大熊猫。外媒普遍认为，这是中澳关系持续回暖的重要风向标。16号上午，李强前往阿德莱德动物园。该动物园是澳大利亚唯一拥有大熊猫的动物园。南澳洲州督孙方安、州长马斯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贸易部长法瑞尔陪同考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路透社等媒体注意到，就在中澳高级官员来访期间，大熊猫们完全不怯场，当着一众媒体记者以及官员们的面大吃大喝，有时还背过身玩起纸箱子。实际上，往往和福妮不仅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一对大熊猫，也是南半球的唯一一对。它们于2009年11月落户澳大利亚。往往和福妮抵达后的第1年，阿德莱德动物园游客数量增加了15万人。15年来，这对大熊猫都是当地最重要的明星。动物园方面还邀请澳大利亚著名建筑师事务所重新建造了富有亚洲风情的大熊猫馆竹林院，成为到访阿德莱德市必打卡的网红地标。往往和福妮年纪已经将近20岁，换算成人类寿命已经是高龄。他们将在今年11月回中国养老。当地民众也十分不舍这对陪伴了他们15年的中国伙伴。当天，李强在阿德莱德动物园做出令当地民众振奋的决定：中方会尽快的、尽早的，另外提供一对同样漂亮、活泼、可爱的，年轻一点的熊猫给阿德莱德公园。我们继续开展中澳的大熊猫的合作。消息一宣布，现场立刻响起欢呼声，当地官员以及动物园管理人员纷纷用中文表示感谢。It's good for the economy, it's good for South Australian jobs, it's good for tourism, and it is a symbol of goodwill, and we thank you.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是阿德莱德人。他表示，这一消息会让他的孩子们非常兴奋。澳大利亚南澳洲州长马斯诺也认为，中方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This is very exciting.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delaide Zoo. The pandas are a draw card, not just for South Australians, but for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阿德莱德动物园成立于1883年，是澳大利亚第2历史悠久的动物园。这里与大熊猫结缘，还得感谢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唐纳的祖父曾是阿德莱德动物园的负责人，他祖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该动物园拥有一对大熊猫。中澳在2007年签署大熊猫合作研究协议后，唐纳多次向中方极力推荐阿德莱德动物园。阿德莱德动物园也在此期间极力打造适合大熊猫居住的环境。南澳大利亚的气候与中国四川截然不同，阿德莱德专门建造了具有中式风格的熊猫馆，其中包括能满足熊猫饮食需求的竹林，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的室内空间，还提供冰石头让它们在夏季躺着降温。此外，由于澳大利亚不允许竹子进口，阿德莱德动物园专门打造了15公顷的竹子种植园，聘请专业人士种植了大约18种不同品类的竹子，供往往和福妮享用。动物园即将迎来新的大熊猫，也让当地倍感振奋。澳媒表示，阿德莱德动物园已着手准备与中方沟通相关事宜。Over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counterparts in China to understand what that process looks like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find out what are the new pandas that will come to Adelaide. 除了政治和经济之外人文交流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一个晴雨表的重要体现。大熊猫的交流其实呢就是典型的人文交流，可以说中澳关系回暖呢，随着大熊猫交流的提出，其实呢我们可以讲中澳关系已经回暖到了第3个层次。法新社指，在结束了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行程后，李强和黄英贤在马吉尔庄园葡萄园共进午餐。这里是著名的葡萄酒品牌奔富的酒庄所在地，这家酒庄是中国市场最知名的国际葡萄酒品牌之一。
在中方2021年对澳葡萄酒双反启动前，中国市场一度贡献了奔富母公司富益集团30%的盈利。令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相当振奋的是，今年3月底，中国终止了对他们产品的反倾销税征收。据该国贸易部长法瑞尔透露，中国采取新措施后，澳大利亚葡萄酒商向中国出口了价值8600万澳元的葡萄酒。不过，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龙虾的禁令还未解除。澳大利亚媒体以及业者期待，随着中澳关系逐渐向好，澳龙也将有望重回中国市场。按照澳方公布的行程安排，李强将于16号晚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并于17号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阿尔巴尼斯日前在该国最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撰文，坦言两国有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争论点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控它们。阿尔巴尼斯指出，如今澳大利亚的农民、葡萄种植者、矿工和出口商因能够再次向中国出售棉花、铜、煤炭、原木、燕麦、甘草、大麦和葡萄酒而受益。中国无疑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的资源也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场所谓乌克兰和平峰会于16号在瑞士结束，但和平依旧遥遥无期。据悉，主办国瑞士发出了约160份邀请函，92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不过，对于峰会提出的联合公报，有14个国家拒绝签署，包括巴西、印度、南非、沙特、梵蒂冈等有影响力的国家。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卢塞恩湖湖畔的波尔根施托克酒店会场举办。参加峰会的92个国家和地区，约80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而有14个国家没有签署最终的联合公报，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金砖国家以及亚美尼亚、巴林、梵蒂冈、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墨西哥、伊拉克、约旦和泰国都没有签署。乌克兰和平峰会联合声明的内容包括：乌克兰的核电站必须在无完全主权控制下，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原则和监督，安全可靠的运行，不得对港口和航线上的商船的袭击，必须全面交换并释放所有战俘等。因为前4次和平会议呢，乌方呢这样的一些努力呢，没有达成他的一个预期的目标，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和平峰会，特别是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他10点里面他选出了这3条，拿出来这个供大家讨论。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缺席本次会议。另一方面，作为乌克兰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美国对于这次瑞士和平峰会也显得三心二意。一直高调支持乌克兰的美国总统拜登也缺席，即使他刚刚参加完意大利7国集团峰会。尽管美国辩称，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与7国集团峰会期间，拜登与泽连斯基有过2次实质性会晤，但是拜登跳过瑞士峰会，被视为将大选的优先级置于乌克兰危机之上。泽连斯基也对此感到失望，抱怨拜登缺席峰会，如同起立给普京鼓掌。带拜登参会的哈里斯似乎也只是礼节性的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哈里斯已经启程返美，没有参加峰会原计划16号安排的活动，只在瑞士待了几个小时。巴西、梵蒂冈等都不是正式与会方，而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尽管说是高级别会议，但其中35个国家其实都只派出了第2、第3级的政府代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也仅派低级别代表出席，另有包括土耳其、肯尼亚在内的国家认为，要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必须有俄方参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称，和平谈判不仅需要俄罗斯参与，而且必然会有困难的妥协。还有一些国家认为，泽连斯基开会的目的是为求军事援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新援助，而远在底特律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周末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时表示，泽连斯基的索款没完没了，倘若自己返回白宫，将停止对乌克兰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无休止的打款，终结俄乌冲突。I think Zelensky is maybe the greatest salesman of any politician that's ever live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our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It's the U.S. that keeps pushing them to fight to the last Ukrainian. Is that it's the U.S. No, take our arms. Keep fighting, keep fighting, keep dying. 塞尔维亚议员亚历山大·帕维奇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美方使用舆论武器不断抹黑俄罗斯和破坏俄乌和谈进程，其目的就是通过乌克兰来牵制和削弱俄罗斯。The actors are still the same actors who have not been interested in any sort of negotiation, who are obviously using Ukraine as an instrument to weaken Russia, to even carry out regime change. They're still dreaming of that in Moscow. So that's, unfortunately, that's the situation realistically. 中午短评热点直说。那么，瑞士乌克兰和平峰会结束，参会却拒绝签署公报的国家可以分为几类。首先就是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和沙特5国，显示了金砖内部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其次呢是印尼和墨西哥这2个地区大国和 G20 成员，代表了东南亚和拉美的主流中立态度。那么第三是阿拉伯国家阵营，除了同时具有金砖成员国身份的阿联酋、沙特，还有巴林、伊拉克、利比亚和约旦拒绝签字。这很大程度有对西方在巴以冲突当中的双标态度表示不满的因素。最后一个比较引人瞩目的国家是梵蒂冈。不过，考虑到泽连斯基曾经多次表示拒绝教皇的调解，称无实质意义，那梵蒂冈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了。总体来看呢，最终签署公报的国家主要还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广大南方国家许多没有参与签字，甚至直接都没有去。上周，俄军派出规模罕见的舰艇编队远赴古巴参加联合演习，震动美西方。美军也针锋相对，高调派出核潜艇到古巴关塔纳摩湾美海军基地。北约成员国加拿大的一艘巡逻舰也进入古巴哈瓦那港。而就在当地时间16号，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参观了抵达哈瓦那港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并向俄罗斯水兵致意。迪亚斯卡内尔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参观了正在访问哈瓦那港的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和喀山号核潜艇。他表示，即使当时正在下雨，但这是令人印象深刻且愉快的时刻。欢迎来自俄罗斯的朋友们。俄罗斯驻古巴大使馆以及俄罗斯媒体也转发并报道了这一消息。当地时间6月12号，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古巴哈瓦那港。编队入港时，俄军舰艇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互相鸣放了21响礼炮。此次访问古巴的舰艇编队由俄海军最先进、作战能力最强的护卫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救援拖船尼古拉齐克尔号、游船科学院院士帕申号以及核潜艇喀山号组成。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俄海军舰队出现在加勒比海，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首次派遣核潜艇访问古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对俄罗斯这样的海上大国来说，这是一次常规访问。A Russian naval deployment docked in Havana on Wednes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in Ukraine. Analysts say it's a signal, coming 2 weeks after Washington gave the Ukrainian army the green light to hit targets within Russia with US weapons. The Russian Defense Ministry released a video of the flotilla carrying out drills while approaching Cuba,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spatched 3 destroyers to track the flotilla. 那么俄罗斯用这种方式也表明，就是说，如果西方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也是可以完全进行各种反制的。就在俄军舰队抵达哈瓦那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2国外长分别谴责了美国对彼此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等霸权行径。美国新闻周刊用古巴导弹危机 2.0 来形容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进入古巴港口。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1962年10月，持续了13天，苏联妥协撤走有关导弹。美方也解除了对古巴的严厉封锁，而事情的起因是苏联为反制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因此才秘密将同类核武器运送至古巴。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距离核大战爆发最近的一次危机，让全世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
事后，为了防止美军中的激进派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苏联发起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设计核按钮手提箱的一整套程序和机制，沿用至今。在俄罗斯海军舰队到访古巴的第2天，美军南方司令部就高调向位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派出了海伦娜号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并也称之为例行港口访问。关塔纳摩湾美国海军基地是美军最古老的海外设施，也是美国唯一一处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最初以租用方式获得使用权，占据此地将近130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后，宣布这里是被美国非法占领的领土，要求归还，但遭到拒绝。美军还于2002年在基地内增建了一处拘留营，用以关押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中被捕人员。这些人遭受非人道折磨的新闻屡见报端，丑闻不断。但美军宣称关塔纳摩湾不属于美国境内，因此不受美国法律管辖，是一片法外之地。14号，古巴副外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表示，美方按照多年来的一贯程序，在海伦娜号驶入古巴境内之前进行了通报。但他强调，我们并不喜欢一个敌视古巴的国家的核潜艇出现在我们的领土和水域中。外界注意到，古巴方面其实一直不欢迎美国核潜艇。去年7月，同属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帕萨迪纳号也曾不请自来，古巴方面当时十分愤怒，称是挑衅性的升级。上周，五角大楼发言人迪茨曾表示，美国当局认为俄罗斯部署核潜艇，部分原因是古巴政府不满帕萨迪纳号去年访问关塔纳摩湾。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关塔纳摩湾的主权，但已经适时盘踞在这里超过1个世纪。美方也时不时向古巴秀肌肉，来宣示其控制权。从战略上来说，关塔纳摩湾基地是美国加勒比海战略的重要之处，这里扼守南美洲通往北美的海上要道，也是大西洋进入加勒比海的咽喉。因此，美军绝不允许俄罗斯染指此地，而俄罗斯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提醒美国自己的战略实力。这是双方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应该讲一直是双方外交的一个障碍。那么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关塔纳摩基地掌握在手里？因为我们讲美西战争是美国走向全球扩张的一个关键节点。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就开始把控制整个拉丁美洲作为它的一个基本国策。关塔纳摩湾正好是处在这个关键基地它同时连接了大西洋和那个加勒比海那么这是美国要强行占领那个关塔纳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因素。本月16号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日，两岸都举办了纪念活动。大陆方面广泛邀请黄埔校友后代及两岸各界人士共同纪念黄埔精神，呼吁实现民族复兴。而在岛内，赖清德等人当天也出席了黄埔军校校庆仪式，并再次抛出台独言论。黄埔100年饱含珍贵的民族记忆，绝不该沦为赖清德之流的台独自白秀场。赖清德在讲话中再次延续就职演说的台独自白，以中国指称大陆，还鼓吹所谓捍卫主权。岛内媒体还注意到，赖清德说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立即回应称，这显示赖清德倾向寻求战争，但岛内民众需要的是避免战争的领导人，而不是引战的领导人。深圳卫视注意到，首战及中战的说法由马英九在2020年提出。他引述当时的蔡政府发布的防务政策研究报告指出，两岸军事实力悬殊，一旦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就在很短时间内打完，让台湾没机会等美军来支援。萧旭岑反问，赖清德批首战及中战是所谓投降主义，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赖清德批蔡英文时期研究的就是这个投降主义？实际上，由于赖清德的台独立场，黄埔军校的校友普遍反对他以及同样立场的台防卫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参加100年校庆。一些校友台军退役将领甚至提前表示，如果赖清德参加，他们就拒绝出席。我不会去，因为我们现在司令台上如果是赖清德的话，我凭良心讲，我举不起这个手。我想跟我想法的人会很多，赖清德、顾立雄等。他们都不应该去，为什么？100年前成立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哪里？在广州啊。那为什么要成立黄埔军校？因为要2次革命。为什么要2次革命？因为要北伐。为什么要北伐？因为要统一。然后我们的
任务是要统一中国，而不是要中国分裂。我们要让外国人不要再欺负我们中国人。对，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要复兴。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赖清德当天的讲话向台军退役将领等黄埔校友进行了某种妥协，接受陆军官校来自大陆的100年历史，但演说时仍借着断代叙述，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让已经紧张的两岸关系更添变量。黄埔军校是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名校，两岸共同庆祝原本应是民族盛事，但有多位台退役将领透露，民进党当局曾多番阻挠原本将赴大陆参加黄埔100年纪念活动的人员。台空军退役中将傅卫姑对媒体透露，自己有帮一位朋友安排，希望能参加大陆举办的黄埔军校100年纪念活动，但是民进党当局用政治在干扰。他表示，本来有一个小团要去，有一位团员被抓去问话，而且很明确告诉他，这段时间你不要去大陆，你去了回来可能会很难看，把人家吓得不敢去。台湾中视新闻网对此鸣不平，刊文指出，不管有多少退役将领校友前去广州参加100年庆祝，都是人情之常，民进党当局不应无理阻挠。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之所以民进党当局如此想方设法阻挠黄埔老将前往大陆参与纪念活动，归根究底就是台独立场作祟。但是黄埔军校承载着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复兴的重要使命，始终无法被抹去。那我相信这些黄埔老将他的心里面当然知道黄埔军校是他们精神上的一个家园，整个还是孙中山先生所创立出来的。那黄埔军校当然承载这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国家的统一跟民族的复兴。我想这2件事情对于黄埔老将们他们都非常清楚。本月6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主办的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活动前期还安排与会人士到广州参观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瞻仰黄花岗72烈士墓等，内容相当丰富。此外，在广州、四川等地都纷纷展开学术研讨、主题展览等，邀请了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的两岸各界人士参与。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也认为，大陆庆祝黄埔100年的活动丰富热烈，相比之下，对于这一重要日子，台湾方面的纪念活动远远不够。孙中山当时要创立黄埔军校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统一，统一以后国家民族能够强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两岸的黄埔大家师出同源，所以说黄埔军人们和他们后辈们大家的交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我觉得双方面黄埔的后人，一些相关的一些团体，大家可以多多的交流，把黄埔的精神发扬光大。我觉得这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两岸来讲，都是件好的事情。黄埔军校建校100年之际，一些黄埔同学痛批赖清德台独主张，呼吁传承黄埔精神，实现民族复兴。郑重的宣誓，驱逐台独，复兴中华，为民族立心，为国家立命，为同胞继绝学，为子孙开太平。针对有台军退役将领在岛内黄埔100年纪念活动中呼吁驱逐台独、复兴中华，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位退役将领的热血宣誓是字字千钧、句句铿锵，激起了两岸中国人根植心底的浓浓爱国情结，引发了两岸网民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1924年6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广东国民政府在位于距离广州市中心约20公里的黄埔区长洲岛正式成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统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连接着两岸精神的传承，两岸都有足够的黄埔人，黄埔精神是致力于中国统一。然而，台当局以陆军官校在台70多年的历史稀释了其早期革命性，再加上为了笼络军方以达到以武拒统的目的，对黄埔100年和黄埔精神的纪念活动早已经是三江五湖汇入海，一锅大杂烩了。